在我们的餐厅里面呢，就是有一个传统的潮州菜，可是最重要不是它的这个乳鸭，而是它沾配的这个辣椒。你在吃这个辣椒本身的那个味道，其实没什么大不了。可是你一沾配到其他菜的时候，它整个搭配其实会把味道提升到另外一个层次。The chili really wow。所以这个辣椒呢，算是一个具有魔法的一个食材来的。别说我不提醒你，红色象征危险，红色是一种警示。我身上流淌着让味觉细胞闻风丧胆的辣椒素，一吃进口，触动舌头神经接收器，产生灼热感。这时候，大脑为了解除我的威胁，只好释放快乐多巴胺，安抚人体。现在，你准备好品尝这一口红色诱惑吗？彻底体验什么叫做痛，并快乐着。只有尝过辣，才知道辣味层次丰富。不管是拿来当主菜，还是化身酱料，都能让人吃出餐桌上的高潮。辣味世界超出你我想象，辛辣、呛辣、麻辣，各有所辣。这绝对是一场火辣辣的寻味之旅。走在香料包围的小印度，闻着空气里特殊的香气，我感觉到口水开始分泌，那是吃辣前的一种反射反应。那么这个辣椒呢是比较少见啦，这小只的一个辣椒，还有另外一个比较大只的一个辣椒。这个呢我拿烟熏，然后它的那个皮会脱落，然后它的那个味道其实挺甜的。Uncle, what chili is this? This one, bullet chili, This one? bhaji chili. Bhaji. Yeah. 辣和印度咖喱称不离坨，吃辣的人哪有不吃印度咖喱呢？印度料理是世界上其中一种最古老而繁复的菜系之一。辛辣被认为是最具代表性的印度之味，这和印度的炎热天气息息相关。天热高温容易导致食物滋生细菌，而当地随处可见的辛香料则具备了阻止细菌滋长的功能。先人把辛香料融入料理，煮出各种咖喱，体现了天人合一的饮食观，也成了印度料理风行全球最关键的因素。想要挖掘更多关于印度咖喱和辛香辣味背后那千丝万缕的秘密，那就一定要来这家曾被米其林钦点的印度餐厅了。餐厅过去曾因为摘星，成了料理爱好者的朝圣地，后来也在月圆之夜主办非比寻常的吃辣挑战而声名大噪，成为爱辣人士必到的打卡点。So this ladder, we call it the chili ladder. So somebody who's not capable of having any form of chili, level 1, not hot. And somebody who's introducing, getting used to chili 2 onwards. If you do a 3, we give you a clip. And if you go all the way up to 6, on a full moon day, you get invited to do a 7. You finish 7, dishes on the house. When you do our 8, you get a glorious picture of yourself. Right. The highest guy in all these 17 years, yeah, is a level 9. And in fact, last year we said anybody who finishes a level 10, we'll give you $10,000, the first guy. 餐厅里无处不辣的布置，会让人误以为这里的料理主打着越辣越好的烹饪概念。但主厨 K7 偏偏来一个反高潮，跟我分享正确的品辣方式，竟然和古印度医学有关。Indian food is not about chil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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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more chili. Indian food is based on Ayurveda. 阿育吠陀 Ayurveda 是印度流传了数千年的养生秘密。这个名词源自梵文，阿有说的是生命 ，Veda 指的是智慧，两者合一，阿育吠陀成了一门生命的科学，指引印度人从生活里展现觉察力，其中就是学习如何细细品尝食材的真味，并获得六味的能量，改善饮食失调，达到身心平衡。印度饮食不以辣为名，而是注重六味的调和。It's all about the balance. It's about the balance. I think I should qualify level 6, I think. Level I'm 6. very confident. I'm quite confident. Is there something that we can do to check it out? We can. I don't want to kill you straight away. Let's find out.
Yeah, game? Game. All Let's right. go. Thank you. 我是一碗充满爱的咖喱，辣椒用它炙热的心融化成我红艳艳的汁液，让大家越吃越辣，越辣就越爱。别看我满脸油光，觉得我怎么不顾仪容？这层油可是我一切的精华来源。性格强烈的辛香辣和辣椒跟热油碰撞后，脂溶性香味分子和辣椒素立即从固体香料中融入热油里，潜藏的香气获得大释放，交融出让人着迷和疯狂的辛香味。还没入口，芳香因子直冲鼻尖，入口后感觉辣椒素和油脂争先在嘴里迸开，融合嗅觉与味觉的感官体验，哇，让人无法忘怀。Wow, wow. So this is a 6. Okay. 5, 4, 3, 2, 1. Let's start from here. Okay. Take a generous scoop, yeah? Generous scoop. 我向来无辣不欢，懂辣吃辣更爱辣。这个吃辣挑战根本就是为我而设的吧？ I'm tasting actually sweet. Well done, you. 这就是主厨精心设计的甜蜜陷阱。入口的时候，我能品尝到洋葱和番茄翻炒后所释放的鲜甜味，可是转瞬间就尝到呛辣的后劲，果然是口口精心。这个吃辣挑战确实有难度。 Okay. So we on what number? We are now on to 4. So now you're doing a 5, yeah? I can see fear. Anticipation, not fear. Anticipation. Oh, the chili hits faster now. It's coming to the front. Yeah. I would advise you to go with 2 first. It's so sad. 吃辣挑战最重要的不是勇者无惧，而是适辣而止。当辣味超过味蕾所能承受的，或许就应该结束了。只是有点对不起眼前这诱人的酱料，我的味蕾配不上你们的超辣美味。When you go beyond your tolerant level, you will not enjoy it. Find out your level and enjoy it at that level. 虽然挑战失败，但也悟出一番评辣心得。主厨 K7 希望打破大家对印度料理的味道幻象，辣味绝非一切。印度料理之味由6味组成，那就是酸、甜、咸、辣、苦、涩。其中最叫人惊叹的是，当世界上大部分的料理主张使用味道相近的食材做搭配，印度料理偏偏反其道而行，采用反向搭配，使用味道相互冲突的食材和调味搭配烹煮。当料理融合了多种差异性大的风味化合物，味道不再单一，可同时吃出6味纷呈，又能在异味之间品尝到每一种香料的独特性。别看辣椒刺激呛鼻，全靠里头的辣椒素才能帮助释放单方辛香料中的酚、醚、酯等风味物质。经过了加热的生香反应后，取得更圆融饱满的辣度，也让我产生了浓郁的风味。一上桌，迅速就能勾住你的味觉。This is the set that won me the Michelin Award. 横跨千年的印度料理来到现代，卖相变得精致，但味道的搭配却仍旧遵循古老的香料调味。主厨提醒我要逐个尝试眼前的配料。我先品尝了印度咖喱的辛辣后，过后舀入一勺酸奶，原先的辛辣马上变得温和。印度料理的千滋百味，仿佛都浓缩在前面这一小盘里了。You can achieve certain results by contrasting the 6 flavors against the other and bringing out the dominant flavor that you want to bring out. 辣中藏酸，可清洗味觉的疲乏感；甜中透辣，在浓郁香料中提亮味道。再来是咸味诱发辣味，增进食欲。不受讨好的苦味与涩味，却能在满嘴重口味间与味蕾形成隔绝效果，缓和味觉。这就是咖喱让人欲罢不能的秘密。毕竟6味各擅胜场，而缺一不可。我开餐厅，我发觉到年龄比较小的那些客人，不要讲他们籍贯的那个文化，连本地吃的那是个文化，或者是本地的文化也不了解。所以我在家里做饭的时候，如果孩子有在，
我通常会把他拉进来那个厨房了，就是借着这个机会把我们潮州饮食文化传授给他了。可以放一点那个胡椒粉 ，OK？ Pepper, I don't want pepper. It's why you don't like pepper? It's hot and spicy. 我儿子对辣味呢是又爱又恨了，要看他心情了。All right, this is ginger. You like ginger? 你喜欢吃吗？为什么不喜欢吃这样？ Spicy. 很辣，可是爸爸妈妈喜欢吃。某些天呢，他连芥末都能吃，他也有吃过那个小辣椒了，所以要看他心情，所以他对辣的那个接受度其实是挺高的。我要那个 ginger. 啊，你要吃姜？要。真的吗？潮州菜崇尚清而不淡，在追求食材的鲜美味道时，总会适时搭配一些辣味调料，在清爽中点缀舌尖，提味也提神。在众多调料中，潮汕子民最爱用胡椒，随手一撒就是一道辣与味、暖与心的老家滋味。人家说宰相肚里能撑船，我的猪肚比宰相肚还厉害，不仅能治虚劳、温中益气，还能配合各籍贯华人的祖传秘方，随手拈来就是广东猪肚鸡汤、福建酱香卤猪肚、客家猪肚包，但数来数去，还是潮州胡椒猪肚汤最暖脾胃。新鲜猪肚搭配大量白胡椒下锅慢慢熬煮，在文火的相伴下，原来猪肚的腥臭异味逐渐被白胡椒香气取代，每一口都是鲜香辛辣，配搭满满的营养物质，我绝对是一碗内外兼备的滋补好汤。Chef Eric 是我们新加坡潮州人饮食文化的一个专家。所以今天跟他一起做菜，就想了解这个辣味在潮州饮食文化扮演的角色。熬那个汤之前呢，重要就是要炒香那个胡椒粒先，因为这个胡椒呢，如果你是从店里面买回来的那个胡椒呢，它还没有所谓的它的味道还没有开发到，我们就是要用干炒的方式，先把这个胡椒呢全部给炒香爆香先。东南亚地带其实所谓的南洋潮州菜都带有辣味的，因为这就是要符合我们本地人的要求嘛，对不对？那么你去到中国呢，很多所谓的祖传菜，它是没有那个辣味的，它的辣味呢也是很少用到辣椒，通常是从胡椒或者是从姜那边带过来的。所以这个白胡椒跟这个蒜的话，就是简单来说是用来去腥是吗？嗯，在不同世界的风味里面呢，胡椒跟蒜头的配搭是天衣无缝的。嗅着我传来的香气，在雨夜里特别能抚慰人心。加上深深呼吸一大口，是不是瞬间感觉比韩剧还催泪？这就是我的好拍档白胡椒的魅力，它在我身体里就像一颗颗温暖催泪弹，用尽全身上下的胡椒碱跟肉里的醛同等腥味成分产生酯化反应，减弱大量腥味分子，提出食材里的鲜味。All right， 喝汤了。这个胡椒其实把这个猪肚那个猪肉的味道，已经变成比较甜、比较容易接受的一种口感了。对，所以你可以看得到胡椒的功能呢是非常的棒的。你喝下去那个汤水的时候，下到你的胃部的时候呢，你就会感觉到那个暖胃的感觉。对那么你会觉得说越喝越爽的那种一直要喝下去的那个感觉。胡椒料理之路在创意厨师乔手下不断开阔，它不只留恋肉香，当香辣与甜品混搭，也有意想不到的味蕾惊喜。接下来，主厨 Eric 要呈现一道来自意大利的创意甜品，他选用个性突出的黑胡椒，搭配娇嫩甜美的草莓，魔幻变身一触即发。很少我们会看到黑胡椒会用在甜点里面，那么这个呢是一个来自意大利的甜点。所以这个黑胡椒呢，我们就放入这个糖浆里面。那么过后呢，这个糖浆呢煮成了焦糖之后，我们再把这个草莓和那个巴斯米醋一起放下去。那个糖浆的那个日气呢，会把那个草莓的香味取出来。原本酸涩的草莓被胡椒的辛辣中和了，当酸味减低，草莓甜味获得大量挥发，加上覆盖草莓上的白糖逐渐焦糖化，
增添诱人的琥珀色与迷人香气，让草莓吃进口时变得甜香宜人。而同时，浆果出身的黑胡椒粒和草莓在风味上互补长短，以辣制酸，口感更显圆融。你吃那个草莓的时候有酸跟甜，在舌尾后有一个隐隐约约的这个黑胡椒的这个味道，对，有点那种苦辣的味道。对，有苦涩的味道，对。所以你们可以看得到中西医的不同。黑胡椒草莓甜品创造出余韵悠长的魔幻时光，凭着难以言喻的香气和味道，带来全新的五官体验，也启发了我更多料理上的崭新想法。下一站会引领我到哪里呢？我虽然出身中国四川，但辣味踪迹早已遍布全球。爱吃辣人士一想到我，马上唾液分泌，肾上腺素飙升，一口辣椒，一口鸡丁，吃得香汗淋漓，嘴巴红肿发麻也在所不惜。我是辣子鸡，我的辣独一无二，到哪里也找不到跟我一模一样的麻辣风味。走，这就去找掌握麻辣秘方的主厨。这位主厨来头不简单，仅凭着一门辣手炒鸡功夫，炒出了让新加坡人欲罢不能的辣子鸡料理。四川菜麻辣里面，辣椒油、香油、姜蒜，我们四川的花椒，大红袍花椒是最出名的。对，它是产在1000米左右的高原上面的，这个称为藤椒。他们把它掺在一起，通过油温度加热，它的味道更浓厚，很特别的一种香味。别小看这么小小的颗粒，它含有丰富的挥发性油脂，香气惊人，硒、酯、酚、芳樟醇等风味物质高达58%。这些物质难溶于水，所以厨师都需要热油冲泡，获得味麻香气。这个辣椒也不能用大火，因为这个油的温度已经够了，然后把这个辣椒炒得有香味了，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再放下去。那把它切成丁状也有理由对吧？是炸得比较快的吗？还是因为口感的问题？如果鸡丁太大的话，它一炸，它的水分它炸不干；如果太小的话，它一炸成了油炸，要炸了没有肉。对，没肉。所以这个有讲究的。好，不客气了啊！我们先不客气了啊，我先自己来了啊。对啊，很酥脆，对吧？张口尝试，辣子鸡的味道远比想象丰富，麻辣香脆，吃一口意犹未尽。尤其是花椒里特有的风味分子，是鸡负责传导震动的神经线，轻轻一咬，唇齿间马上麻痹，全身产生酥麻感。再搭配辣椒的后劲，层叠而来的味蕾冲击，扩散全身，产生快感，绝对越吃越上瘾。口水一直在流，你多吃2滴，口水流出来。一直在流，所以我现在说话其实特别有难度，所以好像大舌头那种感觉是，口水一直在流，所以一直想再吃。所以很多人讲，哎，不辣呀，不辣。我说你再吃1粒，不辣不辣，再吃1粒，完蛋了。吃上3粒到5粒、6粒啊，你就吃出它的味道，所以你就会越来越辣，越来越麻，越来越辣。但是吃到那个时候，你就停不下来了。我就像走过一趟完整的品辣之旅，主厨们各自施展巧手，让我真切感受到辣如何穿越味蕾的限制，品尝到餐桌上的终极美味。我这次就要尝试用海洋滋味碰撞来自陆地的霸王辣，带给大家最高层次的鲜辣享受。这次的我要做的那个创意菜是用生蚝来带出辣椒不同层次的那个鲜甜，因为生蚝本身是有带一点那个奶酪的一种味道，加上海水的那种鲜甜的味道，所以它的苦涩、它的咸度、那个甜美，其实是已经是自然达到的一个平衡。我现在要用的就是不同的辣椒带出不同的那个辣的层次感。
第一是印度的那个巴吉辣椒，是利用火炭烧烤的一个辣椒，所以它的那个呛腥味其实是削减了很多，带有一些那个烟熏味。我用之前泡过辣椒的水做成一个日式的高汤，所以它有带有一点那个日式的控布的那个海鲜味。然后在这个汤里面呢，还加上那个阿桑果，所以它是有一点酸酸甜甜的那个味道，特别符合这个生蚝的那个奶香味。绿色的花椒呢，辣味是比较强。我已经在那个米醋已经浸泡了许久，所以它的那个辣味削减了很多。之后呢，还点上了一些这个黄姜丝。这个黄姜丝是有经过一些砂糖的一些腌制，所以这个腌制过程就把那个黄姜的呛度也削减了，然后带出黄姜本身的那个土味。整体来讲呢，这些风味一起搭配的时候，就呈现出一个风味平衡的一个菜肴了。这道菜呢，现在外表特别的喜欢，就是它的颜色色泽全部是特别的鲜艳，可是希望它的那个味道是我想象中的好吃。所以吃完这道菜之后呢，我觉得可以肯定，就是如果按照科学原理来准备一道菜，然后做适当的那个风味搭配，是不会错的，不会出差错的。生蚝本身呢，它有奶油般的那个口感，会比较浓郁，所以这个浓郁呢，需要找一个搭配食材来提鲜嘛。所以通常为什么我们加上那些酸辣的那个食材，它的搭配是特别的好。